哎，你们想不想知道，就我这个大胖媳妇儿第一次来铁岭跟丈母娘见面吃饭，第一次敬酒是怎么惨烈翻车的？我第一次给她领回东北，领回家嘛。你还记着不？就我以前跟你说过，就是当时她那个穷喽嗖那个形象，就是穿个偏跟鞋都快坏了掉掌了，然后那个裤子就是买个地下商场买假货，就人正品是 DIOR 的迪奥，他那是 DIER 的钉儿吧？你记着不？所以就他当时这个形象啊，就是说上身穿个破背心，下身绣个假货钉儿，一上饭桌就照相，一蹲厕所就抽筋儿。然后这毕竟是姑娘第一次给这对象领回家嘛，所以我妈就张罗全家人吃饭去了。第一杯酒也是她提嘛，对吧？然后我妈非常隆重的来我说两句，然后我妈搁顶上说呢，我这大胖媳妇在家夸夸就炫的，那家伙吃的就转桌都让她转出火星子来了。我在底下给我急的，我就掐她大脚跟，我说你彪啊，你别吃了，听我妈说话。她说我听不懂，我说你听不懂你也听着，然后你琢磨完之后你敬酒你说啥？她说我不知道说啥，什么方向。我说你这个话怎么说，酒怎么提？你看你俩在这桌上坐的位置你就明白了，一个坐在最里头，一个坐在上菜口。你的任务很显然把他夸到不会走。然后老公就掏出他这个手机上这个英译汉小词典，就查这话用汉语怎么说。然后过会儿查完了，在底下偷摸给我看，我一看，阿姨，我好喜欢你的皮。我说啥叫你喜欢他的皮呀？怎么的？我妈灵魂不够用啊？然后老公说的，我就说 I like her skin， 就是皮肤好，就是长年轻嘛。这个 skin 就是皮肤的意思，但是他的字典里就打了一个皮。然后我妈这边还敬酒呢，我就偷摸小声告诉她，我说 add a full， 就加个夫。完老公结果到他敬了，拿杯子挺大嗓门的，夫阿姨，我好喜欢你的屁，我好喜欢你的屁。我老公这是1、2、3、4声不分嘛，就我好喜欢你的屁。当时就是全桌鸦雀无声，空气又脆了。我说谁是夫阿姨呀？人我妈姓黄。我老公说的，那你让我加夫吗？那你让我加夫吗？这事儿到现在我妈记着呢。从那以后就讹上她了，就从那以后她老丈母娘这个皮就都由我老公来管了。以前我俩都是在机场免税店给她带化妆品，现在我发现评论区的得物其实更便宜，而且还都包针。杨树林小金条才200多，现在国内还有年终大活动，以后这个丈母娘的皮就都交给她。所以吧，就当时我妈对她这个准姑爷这个印象咋说呢，也是非常复杂，也不赖她。但你说这咋办呢？如果天下的妈妈都是古董商，那我就是我妈喝多了买回来的投资事故。我妈抱着我的感觉就是自以为是西安出土的残破小金蝉，被发掘是因为秦俑兵，谁曾想是铁岭出土的风化癞蛤蟆，被刨出是因为婆婆丁。就自己觉自己手里这古董，自己这姑娘挺好，但就是没人搭咕，没人开价，正着急呢。总算有一天，远处走来一个绣着一身钉儿的250，直勾就过来了，还说啥要给买走。所以我妈当时的心里，我估计就是咋整，会吧。虽然看不上金毛憨傻的买主，奈何架不住独手蛤蟆的酸楚。大胖媳妇最近变得特别虚荣，因为啥呢？她不是找到她的亲生爸爸了吗？他俩现在吧偶尔也说说话。然后她这个亲爸呢，我能理解，可能是有点补偿心理，总觉得亏欠他这个大胖儿子挺多，就老跟他说，爸爸当年走的时候啊，确实是身无分文，也没给你留啥。但是现在呢，我过得挺好。你要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你要记住我在。大胖媳妇看完一点没感动，跟我说他啥意思啊？他现在过得挺好，我过得差呀。我可不想过得穷的时候找他求助，我只想过得好的时候跟他炫富。害我过得不好，我现在就想跟他嘚瑟，我现在有多幸福。但是呢，他这个亲爸远在加拿大，也没有咱们的社交软件，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家呢这些房啊、车呀这些大的硬件我还没买呢，所以他呢现在想炫耀，但没有抓头。直到昨天，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有人在三里屯拍到了我的广告大屏，老气派了。人发了一张图，他心生一计，跟他亲爸开始约。哎，咱们明天打个视频电话呗。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打字，咱这次打个视频。他爸说行。第二天，大胖媳妇下班直奔三里屯，查的时间表，听说大屏是7点钟准时有我，他6点多就去了，开始踩点走位，因为他想藏嘚瑟于无形，就他想要那种效果，就是松弛感炫耀。他设想的效果是这样的：一会儿他爸给他电话打过来，他呢从这个点开始走，哎，聊聊天气，聊聊身体，走到这儿，这时候就应该停到这个点位，然后这时候后边大屏幕啪嚓我就出现了，像一个巨星一样闪亮。这时候他呢漫不经心一回头，然后云淡风轻地说：啊，哎，对了，这是我媳妇儿，她搁这儿呢，今天老有，我的爱人，她算是明星。结果啥都准备好了，掐着点7点钟跟他爸打个电话，正好走到他设计的点位，他知道下一秒屏幕要换，刚跟他爸说这是我媳妇儿，胡军出现了。
他爸顿了一下，挤出一抹笑容说：“哦，多棒的小伙子，爸爸祝福你，祝福你。”他就搁那想，这个屏它是滚动的，我再跟我爸多唠一会儿，一会儿我媳妇就滚出来了。熬着他爸打电话不让挂，尬聊20多分钟，我也没滚出，给他气坏了，给我打电话问我：“你搁哪呢？7点半了，你咋还不滚出来呢？”我说：“我那个就放3天，已经撤了。但是你说给我拍的多好看，那是因为啥呢？因为修丽可 AG 那双，我用了老多瓶了，不止30%玻色因促成4大胶原，更抑制胶原糖化流失，紧致提升垮脸白白。搭配修丽可 AG 眼霜，玻色因加眼周肽强强联合，鱼尾纹都变淡了，早上用还很消肿。”大胖媳妇非常沮丧，最后失望的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哎，你说踏破铁鞋无觅处，我在公交站点，大胖媳妇没有爸可以炫耀，把出租车司机当亲爹待。哎，这是我的老婆，你。大胖媳妇终于下车合了个影，作为证据，再打车的时候上车就跟司机嘚瑟：“这是我的媳妇，快点的，这不让不让。”这个广告牌是这样的，我的广告旁边是大闸蟹的广告，人师傅都已经开走了，他一直跟那司机说话。他说：“哎，那牌上是我媳妇。”师傅只能从后车镜回头看了一眼。你媳妇谢霆锋啊？大胖媳妇说：“你看谢霆锋旁边是啥？旁边那个就是我媳妇。”师傅又看一眼，你媳妇大闸蟹咋的？大闸蟹咋的？平时大胖媳妇嘚瑟我都挺烦，但是那天晚上我还真特别希望我的照片能在三里屯大屏幕上出现，陪他打完这通电话。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平时大大咧咧，啥都不在乎，但是生命里一直渴望一个来自父亲的认可，而这句认可他一直缺失。我们很多人其实也一样，硬着头皮跌跌撞撞前行，可能都在弥补小时候没有听到的那句“孩子，我为你骄傲”。哎，你知道一个外国男人对失业在家当全职奶爸这个事儿到底咋看吗？我今天就跟你们唠唠我这个大胖媳妇。她不是去年12月份领着我女儿回她的故乡加拿大了吗？完后来英国疫情太严重，我就没让她俩回去。但是他英国的老板犹大呢，对这个事儿表示极端的不理解，给我大胖媳妇一顿说，给说哭了。然后我不就现场直男癌犯了吗？就特别想保护这个215斤的大白胖子，然后就是撒出了千古名句：工资随便扣，委屈不能受，割下1斤伤心肉也要硬啃臭。你就跟人家老板杠上了，然后就给他工作给杠没了。其实当时我就后悔了，但是东北人这个嘴上的气节不能坍塌，还搁那块儿的。他人要在这我打他。完这事刚发生之后呢，我可注意了。我寻思，你说人家刚失业，容易失落，容易沮丧，我别说错啥话伤着人家。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不上火，而且他这份坚强绝非伪装。就他跟艾莎，就是艾莎，我俩英国那个金发美女朋友，俩人视频还喝香槟呢，还跟人艾莎说 ：“Oh my dear 大艾莎，你说咱俩的梦想同样是被包养，但是 I'm so very sorry， 我先实现了。”所以他现在呢，就是爱花钱来，爱装嫩，贪恋浮华和名分。前两天发生个啥事儿呢？就他全家上这个一个知名火锅连锁品牌温哥华分店吧。完事儿，本来我婆婆他家吃饭你也知道，就全都 AA 制，账单一拿来就都平分，各花各地。然后在结账的时候呢，就我婆婆和我老公之间就又因为谁该花钱的问题出现了一个逻辑悖论。然后你们还记得前一段时间那个滑雪的油钱事件吗？就是他们一家人要去一个滑雪小镇上玩，要开我婆婆那个大车，然后我婆婆讲好的价就是开她车行，但是呢就是去的这个油钱、饭钱、住宿的钱都是我们拿。完她去那儿呢，就是她想玩啥，她门票自己拿，就认定的。完到那以后呢，老太太耍小心眼儿，就是她这个滑雪项目吧，不是咱说那种运动项目滑雪，是坐个小木板从山上滑下来那滑雪。完我婆婆就问我女儿说的，你看那木板子多硌屁股，要不然你坐奶奶身上，奶奶坐木板身上，那多暄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女儿说好。完我婆婆这个滑雪的钱就让我老公来报。我老公说你这玩赖，我婆婆说我是载体，我老公说你是载人。完我老公就拒付嘛，俩人就没唠好。我婆婆一生气自己开车回家了。最后呢，这地方也挺远，最后我老公和他俩妹妹还有我女儿就是坐直升飞机回来的。完到家之后，我婆婆说那我开车回来的油钱谁给我报了？我老公说你自己走的，你回去的油钱如果让我报，那我回来的直升飞机钱就让你报。完后来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嘛。完这玩意儿就是人性有弱点，命运有轮回呀，就相似的逻辑 bug 又出现了。他们去这火锅店就给免费的冰激凌嘛，然后正好我婆婆这一年特别信奉这个冰激凌减肥法，就是晚上不吃饭只吃冰激凌。所以我婆婆到了以后呢，人家就吃冰激凌，而且这不是免费赠送嘛，好像也就吃了能有3打吧。就她这人食管啥的也挺劲巴的，别的啥也没吃。完事结账的时候呢，大伙平摊这个账单嘛，就比如说每人$25。完我婆婆说的，我吃的是赠品，我交什么钱？我老公说俺们不吃消费品，你咋吃赠品？然后我婆婆说的，你们吃面条我就能吃到赠品，那你凭啥点虾滑啊？所以就跟这个回去油钱谁给报了一样，就是这个逻辑悖论又出现了，要爆发。这时候呢，我老公被店里这个甩面的追梦男子给认出来了，你不大胖媳妇吗？完我老公当时跟他爸俩没少喝，就是上劲儿了，人家这一问膨胀了啊，我是
完事儿不但不跟他妈吵了，把全家人证都给结了，花了好几百刀。完我说的认出来你咋的了？认出来你就得突然间就是大方呗，花好几百刀啊。完他说的，当我被认出来那一瞬间，我就是有标签的，我代表的就不再是我代表的是这个家族，甚至于说我代表的是铁岭的黑土，是东北的轻奢，是婚礼上哀号的奥迪和载奥达的滑板车。那这脸能随便丢吗？你能让你粉丝知道我跟我妈俩没事老因为这事讲价吗？我说那你以为人家是因为啥认出来的你呀？因为姿色呀。就你俩在饭店讲价那段对话，如果是我的铁粉，哎，就把你俩脸都蒙上，放在也门，他都能听出来这俩人是谁。